企图列装1000枚陆基巡航导弹，据称其射程涵盖中国沿海。日本介入台海事务，想玩真的了，但是此举无异于鸡蛋碰石头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，日本正在推进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的概念，碰瓷中国在台湾地区展开的演训活动，加强美日军事同盟，推进修宪和增加日本军费开支等一系列的举动。最近，日本当局宣布将采购1000枚射程能达到1000公里的中远程巡航导弹，这对中国的威胁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。而且证明日本为武力干涉台海事务已经开始玩真的了。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多名政府官员的话说，考虑到台湾有事的可能突发情况，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引进远程巡航导弹，并且考虑拥有量要超过1000枚。这些导弹将主要部署在日本西南群岛至九州一带，目标是缩小与部署了大量弹道导弹的中国之间的差距。要注意，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将能够覆盖韩国、朝鲜和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。日本还准备修改法律，让其自卫队的军舰在可能遭到导弹打击的情况下，先发制人攻击对手的军事基地，并认为这不属于侵略，而是自卫。日本的这项计划是基于其1-2型地对舰导弹的改进，其射程将从现在的200多公里扩大至1000多公里。这些导弹将可以从潜艇、军舰和战斗机上发射，并进一步提升发射平台的隐蔽性和机动部署能力。如果配装到 F-15这样的重型战斗机上，甚至可以打击中国大陆的一些短程弹道导弹基地。为了尽快拥有超过1000枚的这种巡航导弹，日本计划增加参与该项目的企业数量。目前，日本防卫省已经考虑要建立起一个系统，以支援相关企业的设备投资。按照日本政府的说法，推进这项计划的主要原因是以解放军在中程导弹方面的差距太大。美国于1987年与苏联签署了中导条约，禁止拥有射程介于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。美国人后来虽然已经退群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恢复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。而中国则被推测已经拥有了1900多枚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300枚中程巡航导弹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人解放军还拥有几乎无法防御的高超音速导弹，这让美国和日本多年来所建立的导弹防御系统形同虚设。以此为由，日本就计划研制和列装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，而这些导弹对解放军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可能会造成麻烦。按照日本人所提出的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的说法，一旦他们决心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玩一把赌国运的游戏，那么这些导弹将会被用于攻击解放军兵力集结的军港、陆基弹道导弹发射基地，甚至是渡海登陆的2栖舰队。1-2式反舰导弹是一种亚音速的导弹，要想将其射程从200来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，需要做大量的改进。一个，弹翼要变，要从现在的三角形小弹翼变成可折叠的展旋比较大的弹翼。动力装置也要进行改变，光靠火箭发动机这种小导弹射程绝对是不够的，必须为其配装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。当然，咱们未来还有可能将这款导弹的外形进行修改，变成隐身的。因此，拦截这种导弹就需要有早期预警，并且组织多层火力进行拦截。可以说，对付这种导弹相对来讲比较复杂。现在有能力阻止日本列装射程1000公里的中程导弹的国家只有美国。
而美国显然是更乐于看到东北亚展开一场军备竞赛。而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发展更多的弹道导弹，并且呢，明确告诉日本攻击中国的可怕后果。日本可是2战的战败国，发展攻击性的中程导弹已经违反了联合国的相关规定，也不符合日本和平宪法的规定。中国作为2战的战胜国，完全可以根据联合国的敌国条款，依据日本可能发出侵略的行动，直接对日本发起军事打击。而这些行动呢，不需要联合国授权。总体来说，日本装备1000枚中程巡航导弹，从本质上看，已经突破了其和平宪法的约束，开始为武力干涉台海事务做准备。而中国对此呢，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因为如果日方敢于轻举妄动，那么它的这些导弹基地、军港和机场必然会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。双方一旦因台海事务发生武力冲突，那么彻底清算日本历史罪孽的时刻就到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